我感觉要是不输液，我感觉就好不了似的。老是这样，可能这是个输了液吧。慢性的支气管扩张，你是囊性的。从 CT 描述来看，结合症状来看，你确实可能是一个支气管扩张症的。但是呢，它不代表着你需要长期的反复的去用抗生素啊，它是一个结构性肺病，明白吧？你有点咳嗽咳痰，这是一个很常见的支气管扩张症的一个症状，比较常见，但是不代表它就需要去长期的去使用抗生素。还有就如果说你频繁感冒，我们过去也说过了啊，比如说刚你说是咳嗽，不一定感冒。如果说你总是觉得，比如说容易感冒，对吧？流感季的时候总是躲不过去，第一波，也可以选择一些疫苗的方式啊，去提高一下一些主被动的一些免疫力啊，也会好一些。包括还有一些口服药，也可以去调整啊，这些是些方法，而不是说去用，不是反复去用抗生素来应对它啊。你45岁，你想这种使用抗生素的频率和强度的话，有可能在未来啊，你等到你我们说50岁、60岁的时候，你可能面临更多的问题。你现在可能会比较轻松，每次你觉得输点液，对吧？这种升级治疗以后会很容易啊控制缓解。可是等到你60岁的时候怎么办呢？70岁的时候怎么办呢？80岁的时候怎么办呢？想过吗？我也想过，所以我一看着吃这药的时候，我也觉得就是抗生素，但是吃这个我感觉不，很有效果。支气管扩张症这种病人什么时候去吃这种抗感染药物，它多少都会有点效果，但是并不代表你需要长期去用，哦，好吧？啊，这种结构性肺病它的主要的一个问题，它就是慢性的、长期的咳嗽咳痰嘛，不建议你反复去用。如果说你很重，痰特别多，甚至卡血，对吧？我们说很重，发烧啊，全身症状很重，这种情况下可能确实需要查个血常规，评估一下确实用，该用就用，要结合我们医生去听诊，看你非常多罗音的情况是不是很多，对吧？不是单一的说单凭你主观的一个症状的啊，这个就去判断的，好吧？我个人建议你不要焦虑这个事儿。关注我，带您学习更多呼吸健康知识。